分寸感是成人社交的隐形铁律，人际交往的底线是尊重彼此的距离。凑得太近不是关心，也不是亲密，而是给对方添堵。一个没分寸的人，不仅容易伤人、冒犯别人，还会让自己陷入社交的死角，处处吃瘪。心理学有个实验，特别能说明问题。一个空荡荡的餐厅，只有 A 独自坐着。这时来了个新人 B， 如果 B 直接坐到 A 旁边，甚至贴着 A 坐下， A 铁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因为就算餐厅空位随便挑，在心理上 A 会下意识觉得方圆5公尺都是自己的地盘。一个陌生人闯进来，就打破了这种平衡，等于对 A 的冒犯。而有分寸的人会挑个离稍远的位置坐下，哪怕真想坐旁边，也会先问一句：这里有人吗？我可以坐这里吗？所以如果你是 B， 选哪个位置坐下，就暴露了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这实验讲了个简单的道理，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自己的社交领地，这领地里有一堵无形的墙，护着我们的隐私、尊严、面子和情绪。每个人的领地大小不一，里面装的东西多少不同，但谁想闯进来，都得先取得主人的同意。没分寸的人就是这领地的破坏狂，根本不问主人意见，开着推土机就撞墙而入。这种人现实中人人躲着走，不想搭理，更别提合作。比如职场上的没分寸，对同事老板的八卦乱打听乱传播，对不归自己管的事乱发表意见，甚至指手画脚，越权代劳。再比如家庭里的没分寸，明明只是点头之交的亲戚，却对你的工作、家庭、婚姻评头论足，刨根问底，指指点点。又比如男女关系里的没分寸，第一次见面不过喝杯咖啡，就问你的收入、住址、停车费、父母情况，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个刚认识的陌生人。这些越界行为都是对他人的社交领地肆意践踏，留下的体验和印象烂到极点。往大了说，分寸感体现一个人的文明素养；往小了说，分寸感暴露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教养水平。没分寸的人，行为举止让人一眼看穿其素质，悄无声息断送各种人生机会。比如有合作没人找你，有事沟通能躲就躲，怕你说话做事没边界，莽撞乱来，浪费好机会。朋友聚会也不会叫你，担心你冒出不合时宜的话，破坏和谐气氛，给大家添堵。你看，没分寸的人每天都在亲手关上人生可能性的门，还往往毫无察觉。时间长了，这种人就成了社交孤儿，职场散兵，无人愿意搭理，事业和赚钱自然没了主动权。所以做人必须让自己有分寸，懂点世故和分寸，不是让你油腻，而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，把社交游戏玩得游刃有余。怎么做到？很简单，培养同理心。而且这同理心得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，对任何人都管用。不能见人下菜，而要成为你的人生本能，刻进你的 DNA， 关键时刻才不会出差错。就像听某些大佬讲话，总让人觉得如沐春风，恰到好处。这已经成了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，不是装出来的。因为同理心装不出来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有同理心的人，说话做事前都会下意识停一拍，想想这话我说出去，对方听了会有什么感觉？我这么做会不会让对方不舒服？会不会留下坏印象？会不会把对方推到尴尬的境地？总之，换位思考，如果我是对方，会不会觉得不爽，觉得我没分寸？这是种强制培养的思维习惯。你说的话自己爽了，别人未必受得了。你满足自己的八卦欲、窥探欲、发泄欲时，没意识到同时也在入侵别人的隐私领地，让人下不来台。这会让你在社交中处处吃亏，长此以往，别人就不想跟你打交道。而强者明白，沟通的终极目标是找到双赢的路子，不是你一个人独赢。只想着自己赢，就容易显得霸道、蛮不讲理。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完全不顾大局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不考虑长期和谐的大格局。
就像最近的国际大事，长此下去，没人愿意跟你合作。分寸感的精髓是找到大家都舒服的平衡点，既满足自己，又不让对方觉得被冒犯、吃亏。更高段位是我舒服，你也舒服，大家好才是真好。所以我劝各位，在任何社交场合，尤其人多的地方，没摸清每个人的身份、背景、性格、喜好前，最好别轻易开口。除非你能掌控全场，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，知道这话说了，张三会高兴，李四会不爽，然后谨慎措辞。同样一句话，直接甩出去，跟用比喻包装一下，或者引经据典暗暗点出，效果完全不同。有分寸的人会提前布局，知道自己不是来争输赢，而是来一起做大蛋糕。而做大蛋糕的前提是让每个参与者都觉得自己被尊重、被重视、被善待。这需要智慧，更需要经验。年轻人越早懂这道理，越能少走人生弯路。常说祸从口出，说话的人往往没觉得这是祸，可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一旦不舒服的种子种下，事后解释或补救都差点火候。得罪人后别想着补救，但是聪明的人会让这些事从一开始就不发生。懂分寸就是懂得让别人舒服，别人舒服了，你才会舒服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